在酝酿多月，并在近期携胜利计划接连访问美欧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乌克兰最高拉达发表演讲，介绍了乌克兰提出的胜利计划，包括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要素。对此，俄罗斯方面回应称，乌克兰应该认识到所谓的胜利计划将徒劳无功，这是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的灾难计划。距离美国大选仅剩半个月，加上冬天即将来临，对乌克兰来说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泽连斯基介绍，胜利计划包含5大关键点以及3个秘密要点。计划的核心是乌克兰希望被邀请加入北约。此外，该计划还概述了加强乌克兰国防、实施非核战略威慑方案以及发展乌克兰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具体来看，胜利计划5大关键点是：第一，乌克兰需要得到不设条件加入北约的邀请；第二，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其中包括进一步武装乌克兰，加强其军事力量，解除对武器使用的限制和继续乌克兰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军事行动；第三，乌克兰提议在其领土上部署一个全面的非核战略威慑方案，以保护乌克兰免受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威胁；第四，提议乌克兰与美国、欧盟和其他盟友签署一项协议，允许共同投资和使用乌克兰的自然资源；第五，在战争结束后，乌克兰武装力量可以用来加强北约的安全，取代目前驻扎在欧洲的部分美军。此前曾有媒体披露，乌克兰方面正在进行有关向俄出让部分领土，以换取乌克兰加入北约或获得其他安全保障的秘密讨论。但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不准备进行冻结冲突或任何涉及领土或主权的权衡。他还强调，如果胜利计划能得到支持，乌克兰不迟于明年可以结束战争。Конкретним планом перемоги саме зараз, то може вдатися завершити війну не пізніше, ніж наступного року. 就泽连斯基提出的胜利计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现在讨论这一计划还为时过早，乌克兰政府应该清醒过来，认识到这些计划是徒劳无功的。Там может быть иной план, который может быть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мирным. Это осознание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бесперспективности той политики, которую они проводят, и, скажем так, понимание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протрезветь и осознать те причины, которые привели к вот этому конфликту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который сейчас идет.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泽连斯基胜利计划是将北约推向与俄罗斯直接冲突的计划。他还说，这不是胜利计划，而是乌克兰国家和人民的不幸计划。分析认为，泽连斯基近期赴欧美游说胜利计划，目标是为未来与俄罗斯的停火谈判增加筹码。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北约国家对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反应冷淡，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不置可否。有分析认为，由于俄乌冲突不是美国大选的焦点议题，因此美国政府不可能在选前做出新决定，这也让其他国家陷入安静。有乌克兰国内媒体也不看好胜利计划，认为它更像是发给合作伙伴的一份要求清单，而不是赢得战争的战略。这个胜利计划其实一定程度上它是改变了对胜利的定义。它怎么在明年年底前结束战争呢？也不太可能。它唯一的可能就是它试图用这种向俄罗斯后方发动攻击的这种方式，在俄罗斯内部呢造成一些反战的声势，加剧俄罗斯国内的一些动荡，来迫使俄罗斯去接受这个停战协议。否则，就他目前提出的这几条这个胜利计划来说的话，也真的不太可能说在明年年底前就能完全结束战事。但美方也对乌克兰进行了安抚。16号，美国总统拜登在与泽连斯基通电话后，宣布提供新一笔价值4.25亿美元的武器援助，包含防空系统弹药、地对空弹药以及装甲车等弹药。面对泽连斯基在通话中向美方介绍最新版的胜利计划，白宫没有正面回应。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一名高级外交官当天还对外宣称，如果北约在拜登卸任前向乌克兰发出入约的邀请，将是拜登总统的一份恰当的政治遗产。但观察认为，美方没有可能接受乌方的逼宫行为。北约也对乌方胜利计划仅表示口头声援。北约新任秘书长吕特表示，将在北约防长会上讨论，但他拒绝评论这一计划。据一名匿名北约高级官员透露，乌方要求在明年夏天之前获得加入北约的邀请，但北约内部认为这不现实。他形容，越来越多的北约国家领导人倾向于明确拒绝乌克兰，因为俄罗斯发起军事行动就是为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
目前，越境攻击俄罗斯边境地区库尔斯克州的乌军以及顿巴斯前线的乌军都陷入不利境地。美国智库机构战争研究所分析情报指出，乌军8月初越境所控制俄罗斯领土，目前有46%已经被俄方重新控制。实际上，库尔斯克州为大平原，防御难度很大，尤其是目前当地进入多雨季节，地面泥泞打滑，对俄罗斯陆军大量的履带装备有利，而不利于乌军的轮式战车。据英国媒体报道，泽连斯基上周向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在胜利计划中守住俄库尔斯克占领区是关键部分，但这一目标已经越来越难实现。还有批评声音认为，乌军越境攻击是军事冒险，因为这导致其境内的防线陷入空虚，进攻带来的风险超过了收益。智库机构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主任乔治·贝比表示，库尔斯克行动看起来已经是一个失误。按照乌军在库尔斯克已经部署的这个防守体系的话，俄国军如果说想要完全收复的话，那其实它要非常的依赖这些重炮和重火力，去逐一的进行攻坚作战。那么这个在俄罗斯本土上去搞这样的这种大规模的攻坚作战，实际上肯定是会对这个它本土的这个设施啊，这个特别是民生的设施造成很严重的破坏。从国内政治角度考虑呢，他对这个库尔斯克的作战呢，还不会说这么急于求成。俄乌对库尔斯克地区的这个拉锯作战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实际上，此前就有媒体报道，乌军陷入征兵困难的麻烦，1万多精锐越境攻击俄领土，导致乌东战场形势越发严峻。在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地区和波克罗夫斯克地区等战略要地，俄方16号都发动进攻，并占领了2处村庄，其中1处距离波克罗夫斯克市仅有约10公里。这座城市是乌军重要后勤交通枢纽，以及通往顿涅茨克其他地区的门户，也是乌经济重要支柱钢铁工业所用大部分煤炭的产地。一旦失守，将对乌克兰的持续作战能力产生严重影响。而在顿巴斯前线，俄军目前已经控制了顿涅茨克战略城镇托列茨克的2/3。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称，托列茨克已陷入逐乌争夺战，即将被俄军占领。如果乌军在未来几天撤退，这将是他们10月丢失的第2座有战略意义的小城。乌总统顾问列先科日前表示，美国2党政客近期向乌方暗示，仅有西方武器援助是不够的，并向泽连斯基施压，要求其动员18至25岁的男性上战场，但泽连斯基没有同意。乌克兰政府从冲突爆发后就禁止成年男性公民离境，今年5月还将征兵年龄从27岁降至25岁。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布的这份所谓战胜俄罗斯的胜利计划，您作何解读？我认为总体上来说，泽连斯基端上来的这份胜利计划给人一种理想很丰满的感觉。虽然在这5点胜利计划中没有明说，但是在这些字里行间背后的潜台词已经是和尚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事情。第一，它展现出了泽连斯基想要赢得这场战争的强烈企图心，也就是这场战争必须要以乌克兰的完全胜利来告终，除此之外别无他途。除此之外，泽连斯基还在胜利计划中提出了战后重塑欧洲安全新秩序，以及让乌克兰完全融入西方世界的构想。那么，乌克兰实现这一丰满理想的路径和方法是什么呢？我认为根据泽连斯基提出的这5点胜利计划，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完全要靠北约。一是让乌克兰无条件火线加入北约。2是让北约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尤其是向乌克兰提供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3是让北约加大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同时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力度。也就是说，泽连斯基将完成这一胜利计划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北约身上，或者说是向北约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布置了一系列任务，却完全没有提及眼下的乌克兰自身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没有明确说明乌克兰应该做些什么。众所周知，只要乌克兰加入了北约，根据北约的相关条款，北约就得直接下场参与这场战争，以承担军事保卫乌克兰的责任和义务。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根据北约的入约规定，任何一个国家要加入北约，都必须要获得所有北约成员国的一致同意。然而截至目前为止，
不仅匈牙利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就连美、法、德等北约大国也没有松过这个口。3次泽连斯基企图通过加入北约，让北约下场帮忙赢得战争的胜利计划相反，北约的构想是让乌克兰先打赢了这场战争之后再来加入北约。而且为了害怕激怒俄罗斯，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引发核战争，拜登政府还不想要速战速胜，而是希望用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来逐渐拖垮俄罗斯。这就是美国至今不肯向乌克兰提供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原因。所以求人不如求己，泽连斯基将乌克兰的胜利计划完全寄托在北约身上是不太现实的。既然明知道在目前阶段加入北约是完全不现实的，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什么还要将无条件加入北约当成是胜利计划中的重中之重呢？其实我相信，对此乌克兰方面也应该是心知肚明的，至少在眼下，甚至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彻底赢得这场战争之前，乌克兰都是不可能加入北约的。泽连斯基政府只是希望北约向乌克兰发出一份入约邀请，或者说是向乌克兰做出一个会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明确而坚定的承诺。至于最终能否入约，以后再慢慢谈。而在我看来，乌克兰之所以会如此看重这份入约邀请和承诺，与其说是为了向俄罗斯发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或者说是增加乌克兰在未来俄乌谈判中的筹码，不如说是因为乌克兰不自信了，或者说乌克兰产生了一股强烈的焦虑感与危机感，也就是担心夜长梦多。随着时间往后推移，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最终会失去继续支援乌克兰的热情，甚至是最终抛弃乌克兰，以及要求乌克兰割地求和。而乌克兰的危机感、焦虑与不自信，实际上又跟正在进行中的美国总统大选密切相关。我曾经说过，俄乌双方在前线上的军事战场，跟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战场不仅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是相互联动的，甚至是这场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将最终决定俄乌军事战场的走向。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不惜人力物力，不计伤亡代价，都要在乌东四周向乌克兰发起地面进攻的原因。俄罗斯这样做，着眼的绝对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收益，更为关键的是，他们计算的是政治和战略上的收益。也就是说，俄罗斯实际上是打给美国选民看的，告诉美国选民，特朗普有关俄罗斯不可能失败，乌克兰不可能取得胜利，以及乌克兰最终只能通过割让土地来求得和平的判断是对的，并希望以军事战场上的胜利来为特朗普助选。同样，泽连斯基之所以选择在这个节骨眼上抛出这份胜利计划，也跟当前美国总统大选的形势密切相关。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是因为泽连斯基看到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大选的形势又进入了异常焦灼的状态，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又开始紧咬哈里斯，甚至是有可能反超哈里斯。泽连斯基认为，一旦特朗普真的当选了，那对于乌克兰来说，有可能就是灭顶之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泽连斯基想趁着眼下拜登还在任的时候，批准乌克兰的胜利计划，并鼓动北约向乌克兰发出入约邀请。如此一来，这件事情就相当于是生米煮成熟饭，或者至少是煮成了夹生饭。即使特朗普上台了，也难以将这一局面给扭转过来。所以乌克兰方面才会说，做好这件事情要越快越好，最好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就做。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乌克兰方面还特意拍起了拜登的马屁，说假如拜登这样做了，那将会为自己留下一份不错的政治遗产。这显然是在引诱拜登总统。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球已经踢到了拜登的脚下，拜登究竟是接还是不接？我认为对于一向谨小慎微的拜登来说，应该不会在选前做出这一重大决定，而是会把它放到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假如最终是哈里斯赢得了选举，
拜登就没有接这个球的必要了，会留给哈里斯去做决定。假如最终特朗普赢得了选举，我认为拜登极有可能就会接这个球，向乌克兰发出入约邀请，因为自己的总统权力过期不用，也就作废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向议会呈交胜利计划时，公开指责朝鲜向俄提供人力援助是实际上的参战行为。您对此又是如何分析？那么这当然是很严重的一个指控，但是呢，这也注定是无法求证的。那么当事国必然也都会坚决出来否认。泽连斯基抛出这一指控，他的10点选择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有迹象就在显示，目前美国大选的胜利天平可能正在倾向特朗普。号称能够在24小时内结束战事的特朗普，他将会对乌克兰采取什么样的一种军援战略呢？这是泽连斯基最不愿意面对的一个战略噩梦。泽连斯基指责朝鲜参战，包括此前西方媒体都在炒作朝鲜向俄罗斯提供大量的军火炮弹。对此呢，俄朝双方都是坚决否认的。那么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这2天也在强调这样一个叙事：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意味着俄朝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关系，协议确定的所谓共同防御责任意味着一方受到攻击并且进入战争状态的话，另一方将会提供军事和其他的援助。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二明确告诉记者，这份协议他所确定的共同防御责任是毋庸置疑的。那在我看来，俄方的最新表态和泽连斯基的喊话一样，很大程度上都是所谓的政治表态，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那么观察真实的状况的话，俄乌战事已经打了2年多，而且呢，俄罗斯本土至今仍然有领土被越境攻击长达2个月。那么此时俄罗斯它还有余力对外出兵吗？这当然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在我看来，俄乌最新的这个表态，实际上也在见证半岛问题它的高度复杂与高风险。事实上呢，半岛大博弈绝不仅仅只是北南双方的博弈与角力。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因素，更是决定半岛局势走向的最大的外部变量与最大的不确定性。这不，针对半岛最新紧张对峙、交易型人格的特朗普，他已经发声喊话了：韩国必须要为驻韩美军出更多的军费。对此呢，支持率已经滑落到2成最危险区域的韩国总统尹锡悦，他想过对策吗？他有招吗？